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你每天用 AI，其实不是在问问题，而是在重复同一套步骤。比如像是叫它帮你生成一个图片、内容或者视频，你会告诉他需要生成的这个背景、这个目标人物，或者限制他叫他用某个格式输出。你每天都在做这件事，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。问题不是 AI 不够聪明，问题是你每次都要重新教它怎么帮你。那如果有个工具可以把你问 AI 的过程省下来，下次直接用，会不会轻松很多？今天要讲这个 Google OPPO，就是在做这件事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：Google OPPO 目前不是自动化工具，它不会自己定时跑，自己发内容，自己在后台执行。所以，如果你期待的是像那种自动化，它自己每天可以生产内容，那它不是做这个的。但它做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反而更实用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。我会不定期更新关于 AI 和技术的内容。Google OPPO 做的是把你跟 AI 的对话流程变成一个可反复使用的固定流程。简单一句话，它不会自己跑，但它可以让你不用每次重新想怎么问。想象你每天都在教一个小学生写作业，每天你都要说题目是什么，要几段，不要太难，结尾要总结。Google OPPO 就把你这一整套说明写在一张纸上，下次你只需要把纸拿出来，不用再从头讲一遍。我给你一个最实际的例子，假设你每天都会问 AI，帮我想一个短视频主题，对象是新手，用白话给我 hook 重点结尾。你是不是每次都在打类似的话？在 Google OPPO 里，你可以这样做，把这整个 prompt 写给他，它就会自动帮你生成完整的工作流程，像是用户输入，然后提示词和输出结果，然后我们可以试下运行它。这里有写这个 AI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运行出来的这个结果变黑，就好像有 bug 遇到了这个问题。那我们要怎么修复它呢？我们可以叫 OPPO 帮我们去修这个输出结果黑屏的问题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再试多一次，可以看到已经修复好了，生成出来的结果没有问题。OPPO 还有很好用的功能，它能够让我们添加文件或者连接，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流程帮你处理完你的资料，然后自动储存到这个 Google Drive。再给你一个不是内容创作的例子，假设你在学一个新东西，比如投资、编程或者 AI 新工具，你每次都会问这是什么，有什么风险，新手常犯什么错，用生活例子解释。你可以把这整套学习流程直接做成一个 OPPO，之后你学任何新东西，就可以直接套用同一套理解方式，这样子你就能把学习方法留下来。很多人会说，那这个不就是 ChatGPT 吗？差别在这里，ChatGPT 是每次重新聊天，Google OPPO 是流程已经帮你排好，一个是即兴问答，一个是固定流程，它们的用处是不一样。如果你哪一天想要像是可以定时执行、自动发布或者接其他平台的 API，那你需要 M8N 或者 Zapier 这一类工具。但在那之前，你至少要先知道你的流程是什么。所以今天你只要记得一件事：Google OPPO 不是用来偷懒的，它是用来减少重复思考的。当你发现自己每天都在问 AI 类似的问题，那就最适合用 OPPO 的时候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。